Hello，大家晚安。好，那 Hello，真胜，对，我不知道你中文名字怎么念，真胜，晚上好。Hello，Coco，晚安。好，那建新，好久不见，安安，生蜜，你好。抱歉，上次一直把你的名字念错，一直念成生系。后来看回放的时候我才想到这个字应该要念蜜才对。好，今天的主题呢是要来介绍这个 Depth Supervised Nerf。对，那名字是这样子，但是就是这个领域的论文就是出了很多，就是用这个深度的那个。我说在 Nerf 的训练里面再加上一些深度的这个 hint 去让它的训练结果更好的论文有很多，但我就用一个句子来总结他们全部的话，就是 Depth Supervised Nerf 这样子。Hello YYZZYY 你好，大家晚上好，然后再喝口水。好，那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就由这篇论文开始介绍。那要介绍的论文这个连结都有贴在那个影片介绍栏的地方，大家可以打开来自己看一下。好，那今天介绍这个 Depth Supervised Nerf 呢，首先它的背景是什么？就是我们训练一个 Nerf 不是只需要很多张图片，那它就可以自动的把我们这个场景的 3D 的构造啊、颜色都重建出来嘛。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它的成立的条件是必须要，我的照相机有点歪掉。对，它成立的条件必须是要你有很多张照片。对，所以呢，假设你今天如果只有很少的照片，比如说2-3张，那你训练出来的结果就会变成有点像是 overfitting。对，就是你训练出来的 3D 场景，在你训练的那2-3张图片渲染的出来的结果，可能跟 ground truth 是一模一样，但实际你更换了这个看的角度之后呢，它渲染出来的结果就完全是一个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对，那这个就是因为它训练出来的那个 3D 的构造不对，所以当你角度换了之后，你看到的东西就会变得就是不正确这样子。Hello， 思成你好。对，所以今天呢，就有人想到说，那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些depth 的方法？因为在 Nerf 出来之前，就是有很多这种研究，要么是 mono depth， 就是单眼照相机推论出来那个深度，要么就是 multi view stereo， 就是很多张图片可以用这个多视角的那个几何的居数呢，去推算出来这个 3D 的这个场景的深度这样子。那他们就有人想到说，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些深度的这个资讯，去让这个 Nerf 训练出来的结果更好。OK， 那今天介绍的这一篇第一篇论文，这个应该是利用 Depth 来加强 Nerf 的第一篇。对，第一篇提出的论文就是他们使用到的 depth 呢，是这个 structure from motion 出来的这个 sparse depth。所以我们知道在训练 Nerf 的时候，如果你是自己拿那个照相机去拍那个 3D 场景的话，我们必须要先重建出来这些相机的位置。那重建相机的位置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一般来说，就我以这个大家最常用的这个 CoMap 这个软体来说的话，大家如果不知道 CoMap 是什么的话，可以查一下这个东西。那它就是一个开源的软体，就是你可以就是丢给它很多张图片，就是同一个场景拍的很多张图片，那它可以帮你构建出来这个每个照相机它的位置，并且给你一个稀疏的点云。那它运作的原理呢，就可以分为几步。那第一步是详细的话，我觉得这个网站应该 CoMap 的官方网站都有写。那这边简单的解说一下，因为我其实也不知道它内部使用的这个详细的演算法是什么。
那我就大致的这个流程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第一步呢，它是很多张照相机，比如说，这里没有东西。好，那首先介绍一下这个 CoMap 这个软体，就是呢，我们有这个 CoMap， 那我们就是给它很多张图片嘛，就是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物体，然后呢，我用很多个视角去拍它，比如说左边拍到的这个三角形在这边，右边拍到的这个三角形在这边，那每一个都是某一个地方的照相机拍出来的图片。对，那 CoMap 它怎么做到构建这个相机的位置呢？它第一步就是会先提取这个图片当中的特征。那比如说，这个特征点其实我没有仔细看它是用什么特征点。那一般来说就是会有那个 SIFT 嘛，或者是 Orb 这种，就是研究很久的这种特征点的使用。但详细它是用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但总之呢，第一步呢，它是会提取这个图片当中的特征点，比如说这种边缘啊，或者是对边缘的点，它可能就可以提取出来。OK， 那提取出来之后，它第二步呢会做这个特征点的 matching。OK， 我把这个步骤大致写一下。第一步是 feature extraction。这个东西我们等一下在论文当中会有需要用到这个地方来解释的东西，所以这边先跟大家提一下。那第二步呢是做这个 feature matching， 就是呢我们提出来的这些特征点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哪些特征点是对应到同一个物体的。那这边的话，比如说它就是看周围的这些特征，那比如说这个点就对应到这一个，那这个点对应到这一个，这个点对应到这一个。OK， 那这个的话，我这边是只有给2张图片，那多张图片的话，其实也是一模一样。比如说，他又在这里又拍了一张图片，那又有一个新的三角形嘛，那这个的话也会有特征点。那 matching 的话，它不是就只有2张图片，它是这个的话就是根据你给它的这个条件，它会去选择哪些图片之间要做这个 matching。OK， 那这边的话，假设它就是两张之间都做一个就是穷举的 matching 好了，它就会把这些相同的特征点呢，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连接起来。OK， 那第3步的话就是实际做一个这个叫 pose estimation 好了，对，应该说它在那个程式里面就直接叫做我用程式里面的名称给它写出来好了，它在里面就直接叫 reconstruction 了。reconstruction， 那这一步是在做什么呢？这一步就是根据第2步得到的这些feature 点之间的对应，它可以就是去解一个方程式，应该说很多个方程式，因为我们这些同样的特征点，它是对应到同样一个 3D 上的点的。对，比如说这个点就是对应到这里嘛，那这个点也对应到这里，那它就利用这些相同的特征点对应到同一个 3D 上点的这个特性，它就可以同时解出每一个照相机的这个 pose， 就是这个 R 跟 T 还有 K， 然后并且计算出 3D 的这个特征点它的坐标是多少，这样子。对。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它就是经过这3个步骤之后，就可以得到就是每一个照相机它的位置以及这个稀疏的 3D 点云，这个 sparse point cloud。好，那在得到了这个之后呢，对，就是该怎么说，就是原本 NERF 的训练的话是只要有图片跟照相机的位置，也就是只要有这些图片，我们跟我们的这个 KRT， 那它就可以训练出一个 NERF。对，但是呢，这些作者他们就想到说，既然我们都是要用 CoMap 去进行我们未知的一个推定，那我们在用 CoMap 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除了这个
未知之外，我们还会得到这个 sparse point cloud。那我们可不可以也同时利用这个资讯呢？因为有嘛，我们不用岂不是太可惜了吗？那他们就想到说，这个东西能不能对我们训练 nerf 有什么帮助？那他们就在思考这件事情。好，那他们想到的方法就是说，既然我的这个每一个点，不是每一个点，我有一个稀疏的 3D 点云，那其实我可以通过这些 3D 的点来大概知道我这个场景的那个深度是多少。比如说刚才这个里面，就是说我可以知道，假设我能知道这个点它的深度是，就是说 3D 的坐标是多少的话，那我自然也可以知道它在每一个相片当中的它的那个深度是多少。比如说这个点在第一台照相机当中，它的深度就是这个点到这个平面的距离嘛。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用 3D 的坐标算出来，比如说这个就是 D1， 那这个东西我们也可以知道是 D2， 那这个东西是 D3 这样子。那因为我们在训练 nerf 的时候呢，我们除了颜色，我们这边再复习一下这个nerf 的这个公式，就是它的颜色呢会等于是，假设我今天一条射线上有很多个这个采样点，那这个颜色最终混合出来的颜色呢会是就是每一个采样点它的颜色，然后用这个公式去把它加出来这样子。那这个东西是颜色的公式。那相同的，我们除了这个颜色之外呢，我们计算深度也可以用同样的公式，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点它除了有颜色之外呢，它也有这个点到照相机的这个距离，比如说我把它叫做 Ti 好了。那我们的这个深度呢，就可以用 Ti 去把它计算出来。那公式是一样的，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weighted average， 就是加权平均。那它的权重，每个点的权重就是那一点的透明度，然后再乘上那一点的 transmittance， 就是有多少的光还没有被挡住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公式其实就一模一样，我们只是把颜色的部分换成那个点的深度而已。OK， 好，我看一下思成说，这些 sparse point cloud 一定会落到图片的整像素位置上面吗？不会。对，好，他问的问题是说，就是我们有 3D 的点嘛，那我们说这些 3D 的点，我们可以投影到这个图片上面，得到这个点它的深度。但其实这边有一些就是怎么说 corner case， 你就是要思考一下，可以想到的一些就是会发生的，就是不太漂亮的那个情况。就是比如说，假设今天我们场景是这样子很漂亮的情况，但假设今天我现在可以想到的情况有2种。那第一种是这个思成说的，就是它投影出来的这个像素的位置不一定是在等像素位置上。比如说这个三角形它投影出来，那这个点呢可能就投影到这个地方。那这个东西我们知道一张相片它是很多个像素，就是它每一个像素都是整数的坐标。但是我们 3D 的点投影出来，它的坐标不一定是整数，就是它投影出来的坐标会是一个两个数字，但这2个数字不一定是整数。比如说我的 U 可能是什么 20.2 啊，然后 V 可能是 40.5 这种的。那这样子的情况就等于是说它是处在，比如说我把它周围的4个像素画出来的话，也不用画4个像素它有可能就是在一个像素的某一个地方，对，它就不会刚好落在这个像素的中间。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计算这个点它的深度？那怎么说？因为我们 nerf 训练渲染出来的深度是每一个像素有一个值，那
但今天当我们的投影出来的点并不是在中间的时候，我这个点它的深度如何去跟正中间的这个点它所投影出来的深度去做一个比较，那是一个问题。那在这篇论文当中，应该说在我看到的论文当中，应该都是直接 round 的吗？我觉得应该是应该是直接把这2个点当作是同一个点，然后直接去比较它的这个深度值。当然你也可以想象更好的一个做法就是做一个 interpolation， 但这种情况的话，因为你就需要它周边像素的这个深度，所以你在训练的时候，你的那个每一个 batch 就要包含它周边的这些像素，那这样子可能做起来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应该目前的方法都是把这个投影出来的点，就是把它做一个取整的步骤，就是我们把它做一个小数点以下，就是要么无条件舍去，或者是无条件进位这样子，把它变成这样子，把它变成整数的坐标，然后再去跟整数的坐标算出来的那个深度去做比较。好，那除了这个特殊情况之外，应该还有一些情况是说，当然这是就是你在实作的时候需要考虑的啦。实作的时候可能还需要考虑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假设你今天这个物体它投影出来，可能某些点完全没有投影在这个图像的这个坐标当中，它可能就投影到图像的外面。那这时候你就不能去对这个点去进行一个 loss 的计算，因为你完全没有办法从这张图片当中得到这个点的深度。那这时候你就要把这个点从那个 loss 的计算对象当中排除。对，这个也是要考虑到的一点。对，因为之前我有做过那个multi-view stereo， 有考虑到这样子的情况。对，这个 multi-view stereo 等一下有另外一篇论文也会说到，到时候再说。好，那我们回到这个深度的计算，深度计算就是每一个点它的深度，然后去做一个加权平均嘛。好，那有了这个深度，那他们就可以去，就是假设今天就是像刚才这个情况一样，就是有一个推算出来的这个 sparse 的点云，它投影到图片当中有一个坐标，那我们就可以对于这个坐标呢去进行下面就是刚才这个公式的这个深度的计算，就是这个点，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点的深度，就是用 NeRF 渲染出来的深度去跟这个sparse 点投影出来的这个距离去做一个比较。对，那一个最简单的 loss 的计算方法，我们就是计算这个NeRF 渲染出来的深度，然后去扣掉这个sparse point cloud 投影出来的这个深度。对，这是可以我们想到一个最简单的计算 loss 的方法，就比如说我们就计算它的 mean square error。对，但是呢，在这个 DES-NeRF 的论文当中呢，他们并不是采用这样子的方法。我记得他们里面有说到，这样子好像得到的结果并不会是最好的。对，他们这边有比较2个方法，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DES-NeRF。DES-NeRF 呢，就是他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比较 depth 的方法。首先呢，他第一个做的实验是用我刚才写的这个 mean square error， 它是 minimize 这个东西，就是使得这个 NeRF 渲染出来的深度跟点云投影出来的深度是接近的这样子。但他们发现这个做法做出来的结果并没有另外一个 loss 来得好。那另外一个 loss 是怎么计算的呢？我现在跟大家说明一下。好，那说明之前呢，这个 Rachel 你好，点云的深度怎么算呢？点云的深度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点它有 XYZ 的坐标嘛，每一个点它是有在世界坐标系当中它就有 XYZ 的这个 3D 的坐标。那我今天假设这个点，然后我又有一台照相机，那这一台照相机它的位置是知道的，
都是从第3步得到它的这个内参跟外参。那有了外参，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照相机的原点在哪里。那我把它叫做 C 好了。C 是 camera 的意思，那我这个叫 P 好了。那我就可以用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就可以得到。等一下，我想一下这个要怎么说明比较好。简单来讲，就是我有这2个东西之后，我就可以得到它们之间的向量嘛，就有一个从这个照相机原点到这里的一个向量。那要得到它的深度的话，我就是看这个向量在这个照相机的 Z 轴上面，就是这个是照相机的 Z 轴，在 Z 轴上面它的分量是多少，所以我就是把这2个向量做一个点击，就可以得到这个点的深度。那实际操作没有那么复杂，实际操作就是我们用这个 k 去乘上那个 3D 点的这个 xyz 这样子。那但是我们要先把这个 xyz 就是换到照相机坐标系里。对，我们实际操作的话是把 xyz 呢先换到照相机坐标里面来，所以这个是在世界坐标。我们先把它换到这个照相机坐标里面来。那这个转换的话是直接乘上 RT 这个矩阵，然后乘完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东西投影到照相机上面来，就是再乘上 K。我再写一个地方，就是再换成 UV 这样子。再换成 UV。那换成 UV 的过程就是乘上 K。那有了 UV。应该是说有这个 UV 跟 depth 这样子，那就是乘上 K。所以实际操作就是把 KRT 就是这个照相机的位置，然后再乘上这个 3D 点云，这样子就可以得到，然后再取这个东西的这个东西乘出来是一个 n 乘3的一个n 乘3的一个矩阵，然后再取它的第三行，就是最后一行，就可以得到它的那个深度。对，这个的话，你可以参考 OpenCV 的那个 Camera Calibration， 就是这个内参跟外参的操作。还是叫什么 projection 啊？记得对啦，这个东西可以参考这个东西，就要得到一个点，它在照相机坐标里面它的深度啊，那个，然后还有在照相机那个图片当中的 XY 坐标的话，可以用这个公式，把这个贴给大家。好，那回到这里来，就是我们说第一种计算这个 depth loss 的方法是直接很简单，就直接计算这个 mean square error， 我就让这个 NURB 渲染出来的那个深度跟点云投影出来的深度越接近越好就好。OK， 这是他们提出的第一种方法，但他们发现效果并没有特别好。那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就是在这个 CoMap 或是任意一种那种 3D 重建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给它的照片不多的话，其实这种存在的存在这个 solution 其实还是会有无限多种的，它只是找到一种就是可以比较好解释这个场景的这个照相机位置啊、点云的坐标的一个解而已。白话一点来说，就是它求出来的这些照相机的坐标啊，然后 3D 的点云都不是非常精确的。对，它有可能求出来的点，你可能实际的这个三角形在这里，结果它求出来在这里，就是会有一些误差啦，这样子。对，那它为了让这些误差在这个 loss 里面不要就是太明显。对，如果你直接去优化这个东西的话，那假设你求出来这个 3D 的坐标又
其实跟原本差很多的话，那其实你渲染出来这个 nerf，学习出来的 3D 的那个构造也不会太好。好，那他为了就是减少这个误差所带来的影响，那他提出了第2种 loss 的这个构造。Hello， 简大荣你好。对，那他提出来的第2种构造呢，其实也差不多。他这边是用这个 callback library 去做一个 formulation， 但其实呢，就是他在这个原本的这个 mean square 的基础上呢，他再把这个东西去做一个 scale， 就是我用这个 KL 来写好了，就是原本我们不是就直接把这个 d 减掉10000的平方去做计算而已吗？那他这边呢，在这个第2种想法里面呢，他去把这个值呢去做一个正规化，可以这么说，他去除了某一个值的平方。那这个值是什么呢？这个值呢，就是我把它加一个1好，因为每一个点不一样。那这个值呢，会是我在这边写好了，这个 sigma 呢是这个 reprojection error。reprojection error 是什么意思呢？对 ，reprojection error 就是你今天求出来一个 3D 的点，假设它在不用这个好了 ，OK， 假设它在这里好了，那我们说投影到2D 上面会有一个坐标，对，那在构建这个 3D 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它投影出来的这个2D 坐标并不一定跟原本你抽取出来这个特征点是一模一样的。OK， 那我在这一张图上面画的话，有可能就是你这个 3D 的点投影出来它的坐标在这，但你其实抽取出来的这个特征点在这，它们2个之间会有一定的这个差距，这样子。那这个东西我们就把它叫做 reprojection error。这个我用这个颜色好了。这个距离呢就是 reprojection error， 所以它是一个2D 图片上面的一个距离。对，那我们就可以想象说，当你这个 reprojection error 越大的时候，是不是就代表你这个 3D 的点你是比较不确定它的位置在哪？因为说假设你很确定的话，那这个再投影的这个距离应该是很小才对，就是你 3D 的点知道它在那投影出来应该要跟我的特征点越接近才对。那如果你今天这个距离很大的话，代表你这个点其实你是不太确定它在哪的。对，所以他们就把这个 error 呢加到这个 loss 的项目里面来。那我们可以再理解一下这个 loss， 就是说，假设你今天的 reprojection error 比较大，就是这个东西比较大的话，那你就是除的东西会变得很大，那你就是可以容忍上面这个东西的 error 更大一点。大家可以了解吗？就是说我的分母越大的话，那我的分子呢，其实它可以越大，没关系，那我的 loss 并不会增加太多。但是相反的，今天当你这个 reprojection error 很小的时候，假设它今天就是非常接近0，那你就代表说 3D 的那个点你是非常确定它在哪里的。OK， 那这时候因为你除以一个非常小的值，那就相当于你是乘以一个很大的值。那这时候为了要让你的 loss 变小的时候，那你就必须要把这2个东西越接近才越行。对，这样你的 loss 才会变得很小。对，那这时候就是你的渲染出来的 depth 必须要跟你的 3D 的点的 depth 越接近才可以。对，这就是这个情况，就是当你很确定你 3D 的这个点在哪里的时候，你就除以一个比较小的值，让你渲染出来的值会跟正确的越接近。对，他们把这个叫做 callback library divergence， 这边应该是没有写错啦。对，为什么他们这么叫呢？我看一下。等一下哦，我先看一下他们为什么把这个叫 callback library。哦，他们是知道了，他们是把就是说他们是把正
真值的那个 depth 当做是一个 Dirac， 这个英文不知道怎么念，就是他们是把真值的那个 depth 当做是一个在 D1 不见了，好。等一下哦，按到别的地方。对，对，我的理解是，他们是把真值就是 ground truth 当做是一个以 D1 为中心的一个就是单点的分布。不知道这中文叫什么，英文叫做 Dirac distribution， 就是只有在那一点是值为1，那在其他点为0这样子。然后他们把就是实际的这个分布呢叫另外一个，对，实际的分布可能就是根据你的那个采样点在不同的地方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分布，那它就是计算这两个分布之间的 KL divergence， 那算出来其实就应该是跟这个差不多，那可能跟这个值等一下不太一样，我这边是乘上 log HK。哦，那我这边写的可能不太对，它是详细的公式应该是长这样子，但想法是差不多啦。对，想法是就是把就是每一个 depth 它的那个精确度不一样，它就是把它做一个 weighted 的东西。但是实际的这个操作，实际的那个公式应该还是参照这个 KL divergence， 这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想法，公式并不完全等于这样子，大家要看一下那个论文。好看一下 Kokoro 的留言。NeRF 计算深度用 t 的话，是射线上某个点到相机原点的距离，而不是 z 的值。对耶。对，是这样没错。其实就要看你的这个 ray 的生成方式是怎么样了。对，因为我们就是射线上的一个点，它的 3D 坐标就是 O 加上 TD 嘛。那这个我 D 叫做 direction 好了，就是一个 O 是原点，然后加上 T。对，那你就要看你的 direction 它的那个你是怎么定义它的。对，假设你定义它就是它这个东西它是长度为1，然后第3个坐标始终是1的话，等一下这样不对，不是长度为1，反正就是如果你定义这个 direction 它的第3个坐标始终是1的话，那这个 t 其实就跟 depth 是一样的。但如果今天你的 direction 它没有任何的那个条件的话，你实际上是要求 d 没错，那这样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把这个 direction 它的第3个坐标设成这样子来算，至少在我的程式里面是这样子算的，就是你在生成那个 origin 跟 direction 的时候，你固定它的 direction 它的 z 坐标是1这样子，这样你算出来的这个 t 就会跟 d 是一模一样的。对啊，实际上是 z 的值没错。好，然后总之呢，就是它在这里面加上了一个这个，就是用 reprojection 做的一个 weighting。那他发现这样子做出来的结果比较好，就是可以包容更多的这个3D 点云所预测出来的这个误差，这样子。
好，那这边的实验结果就是告诉你说，就是今天如果只用少数的图片去训练的话，那没有加这个 depth supervision， 那训练出来的构造就会很差。那在你做那个任意试点的这个图片生成的时候，生成出来的图片就会很糟。但如果今天你就是利用这个 sparse point cloud 去把这个深度的这个一些信息呢也加到这个训练当中的话，即使你的图片没有太多，那你训练出来的结果一样，应该说会比原本的好。这样 ，OK， 那这个是算是第一篇把这个 depth 的讯息加到nerve 的训练当中的论文。OK， 这边可以做一些比较。哦，真的、哦，真的、哦。我也记得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并没有 callback library divergence。不过 MSE 算是就是最简单能想到的方法。CVPR 之后才加的哦，原来如此。它是只有在2个试点训练下，就是也可以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就是加速这个 sparse depth 之后。如果不加的话，就是它会 overfit 嘛，就是你在那2张训练图片当中的渲染效果很好，但是当你移动之后，它就整个场景就爆炸了，变成这样子。对，这个东西其实你用 depth 看就可以看出来，所以我也是很推荐大家说，训练 nerve 的时候，你不要只看这个渲染出来的结果，因为有时候它会就是 overfit， 就是你图片看起来很好，但是实际当你动一下之后，它那个场景就会崩溃。所以我建议就是你在训练各种 nerve 的时候，你除了图片之外，你也这个 output 这个 depth 看一下。对，那 depth 的话就可以比较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被正确的训练。那如果有的话，看出来的东西应该是会跟真实的构造差不多。那如果没有被正确训练的话，看起来就是非常糟的东西这样子。对 ，log 的输入值有没有可能会为0？这边的话，应该是有的吧。我没有详细看里面啦，但是就是在程式上面的话，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加入一些什么 entropy 啊之类的那个 loss。那比如说 entropy 就是负 log p 乘上 log p 嘛，那这时候这个东西就有可能是0。那但是因为这个 p log p 它在 p 等于0的时候是整个值为0，所以如果是数学来说的话，数学上来说的话是不会出错的。但是在计算数值的时候呢，我们会在这个 log 里面呢，就是给它加一个很小的值，比如说像这样子，就是我把 p 加上一个很小的值，让它即使 p 等于0也不会出错。对，当然在这个公式上我们不会这样写啦，但是在实作的时候我们会给它加一个很小的值。对，这样回答到你的问题吗？就是比如说这种 log 的时候啊，或者是在计算平方根的时候，就是公式上是这样写，但实际操作的时候，为了防止这个值成为0，那如果是0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平方根，你要计算它的微分的话，它的微分是这样子。那如果 x 是0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会出错。那为了防止这样子的情况，我们通常都会在这种会出错的操作上面加一个很小的值。那很小的值，这个东西就因人而异，有人是什么加10的负10次方啊，也是有的，就是看人吧。对，好。OK， 那这个的话，大概的思想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子，就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把原本的3D 点云就是加到这个 loss 里面来。好，那这篇论文之后呢，又有很多论文参考它的方法，但参考的方法不尽相同。比如说呢，这篇论文 Nerving MVS 呢，它是刚才那个 DS Nerve 呢，它是采用这个
structure from motion， 不一定是 CodeMap， 但大部分大家都用的是 CodeMap。那这个东西手法的名称属于这个 structure from motion， 就是很多张图片，然后得到一个很多张移动的那个照相机拍到的图片，去构建出场景的这个点云的方法。那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呢，从很多张图片构建 3D 点云的方法，还有一个叫做这个 Multi-View Stereo。那这篇论文呢，就是使用这个 Multi-View Stereo 的方法去构建 3D 的这个点云。对，那这个方法跟刚才这个 Structure from Motion 的最大的差别，应该就在于说，这个 Structure from Motion 它构建出来的这些点云呢是 sparse 的，就是稀疏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会先经过一个 feature extraction matching 的动作，所以它抽取出来的这些特征呢，并不是所有的像素都有的，它是只有在那些就是有特征的点，比如说边缘的那些点才会出现的。所以你构建出来的点云呢，只会对应到这些有特征的点。那不是所有的像素都会有，所以它是算是一个稀疏的点云这样子。那这个 Multi-View Stereo 就不一样，因为目前的这个 Multi-View Stereo 大部分的方法就是采取那个 NVSNet 嘛。那 NVSNet 它的中心思想是，再用一个来解释好了。比如说我们刚才一样这个场景好了，就是可能一张图片它的三角形在左边，一张在右边。那 Multi-View Stereo NVSNet 它是怎么样推算出这个 3D 的点呢？它是以其中一个照相机为原点，比如说这个点照相机照出来这张图片我就固定，这边讲的是 MVS 哦，然后另外一张图片。或者当我今天有很多张图片的时候，我是一样的操作，就是我把这些图片呢都一个一个 warp 到这个照相机为原点的某一个深度上面。具体的操作是它在这个照相机呢定义一些就是固定的深度，比如说就像这样子，这些深度比如说对应到的是这个是 d 等于1，然后 d 等于2。然后 d 等于3，以此类推这样子。那它是把这张图片呢，一一的把它就是变换到这些各个不同的 depth 上面。那变换的方法，我们是使用一个叫 homography 的方法。那这个东西也算是电脑视觉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那这个东西，详细的话，可能大家也是要看一下这个 OpenCV 啊，或者是应该直接查 homography， 这个维基应该就会跑出来。对，那这边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它是计算2张图片，当你2张图片看的是同一个平面的时候，它的点之间的对应关系，它是计算这样子的一个对应关系。好，那我们因为今天这个图片是平面，然后投影出来的这些就是蓝色的这些线也是平面，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 homography 的方法把这个图片呢投影到这些平面上面。好，那投影出来有什么用吗 ？OK， 那假设今天这个三角形它是刚好在某一个平面上面，假设在 d 等于3的这个平面上面好了，我们看最上面这个点就好。或者是看整张图片好了。假设今天这个三角形是在这个 d 等于3的这个平面上面的话，那你投影出来之后，因为你投影出来它会变成是一张新的图片。那假设 d 等于1的时候投影出来的，我把它画在跟这个是同样的一个图片里面。假设 d 等于1投影出来，它可能在这个地方。这是 d 等于1的时候投影过来的值，那 d 等于2的时候投影出来可能会是在这里，那 d 等于3的时候可能就完完全全的跟这个东西重合了。
那这个东西运用到的原理就是，假设你今天在一个正确的深度的值的时候呢，做一个 homography 的投影的话，那它应该会跟原本的图片完完全全的重合，这样子。那它就是利用 CNN 去计算这个图片的特征，然后用这个网路呢去判断说，如果它重合的话，代表我找到了正确的 depth， 这样子。对，它的原理是这样子。OK， 好，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 CNN， 所以它可以对整张图片去进行一个深度的预测，所以它预测出来的深度是一个就是一个 dense 的东西，就是每一个像素呢，你都可以得到它的深度是多少。那这个是跟左边介绍这个 CoMap 最大的差别。那 MVS 得到的深度呢是这个 dense depth， 应该说 per pixel， 就是每一个像素呢我都可以得到它的深度值，当然不一定是正确的，有时候那个找不到对应点的话，它的这个深度的值就会怪怪的啊，但是找到对应的时候，那深度值会是比较正确这样子。好，来看一下留言，直接用 RGBD， 有啊 ，RGBD 的话，目前的话，因为有 D 嘛，所以还是室内的这个重建比较多，但 RGBD 的话，我就没有太看了，对，我看一下，RGBD Nerf， 这边可以一起查一下。From sparse RGBD， 但这篇我就没有看过了，是 coming soon。Neural RGBD surface reconstruction。那思成说的Turf Nerf， 这个是 Turf， 这个好像又不太一样，我记得。这个是 Dynamic 的。Dynamic， 然后再加上 Depth 的 Input。这个你也可以看一下，不过这个是在 Dynamic 里面用的。今天听说 RGB 更多的在做重建，对，主要是重建那个室内的那些 ScanNet 的东西。ScanNet 嘛，就是室内的那些房间的。好，刚才讲到，对这个 MVS 的得到的 depth 跟 sparse， 跟那个 structure from motion 最大的差别就是一个是 dense 的，一个是 sparse。那这个 dense 的话是 per pixel， 就是它得到的不是一个真正 3D 上面的点，它是一个每一个像素它的深度。当然，我们最后如果你要得到一个点云，就是跟左边一样得到一个点云的话，也是有方法的。那这个的话就牵扯到那个 depth fusion， 就是我们要把每一个照片，因为我们每一个照片每一个像素都有一个深度嘛，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像素投影到 3D 上面，然后去找说就是那个像素的最佳的深度是多少这样子。那有些如果是错误的话，那我们就那个像素我们就把它排除这样子，最后会有一个 depth fusion 的过程，但这篇论文里面应该是没有用到，原本的 MVS 会用到这个东西。好，那这篇论文呢，它对，它跟左边就是 DS Nerf 呢，还有一个差别。吴杰峰，你好，既然有深度相机，何必用 Nerf？ 就是你的深度相机只能在目前深度相机也只能在短距离而已。但我不知道那个实际的数值是多少，但
目前的深度相机都只能用在短距离以及室内，那你如果在室外的话就没有办法用。你可以用啦，但得到的数值就不准确。对，这也是为什么就是现在用这个深度照相机都只能在这些室内的场景做训练的原因，因为到室外它就不灵了。对，所以室外的场景的话，目前还没有一个很有效的可以直接得出 depth 的方法。好，那我刚刚说这个 Nerfing Nerf 呢，不是 Nerfing Nerf，Nerfing MVS，好，那它在得到这个 depth 之后呢，它跟原本的这个 ES Nerf 又有一个不同的点，是在它用的这个 depth 呢，它除了，然后我看一下哦。对，它除了在这个跟左边一样，它除了在 depth 里面有加上这个 depth loss 的 supervision 之外，对，那用的 loss 可能不是完全一样，但也差不多，就是让这个渲染出来的深度跟实际的深度差不多。它除了有这样子的一个 loss 之外呢，它在这个采样点的那个分配上面也做了一定的小技巧。就是说，我们原本的 Nerf 呢，它是一条射线这样射出来。原本的话，它是采用这个 coerce to fine 嘛，就是有2层的采样，2步的采样。第一步这个 coerce 呢，就是用不同的颜色哦 ，coerce to fine。那第一步的话就是 uniform， 就是你知道最近跟最远在哪之后，你就在其中就是以等间隔。就是分配这个采样点这样子，这边是 coerce。那在 coerce 出来之后呢，我们会经过一次这个 MLP 的这个 inference， 那我们可以得到这个weight 的分布，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大概哪边有物体，那可能它的分布可能是长，比如说长这样子好了，那我就知道说哦，可能在这边呢，或者在这边有物体的存在。那我在这个 find 的 stage 里面的时候，我就在这个可能有物体的那边，我就多放几个采样点这样子。对，那这个是原本 Nerf 的这个采样点的分配的策略。好，那今天在这个 Nerfing MVS 里面呢，它又把这个采样点的策略做了一些优化，就是他想说，既然我们知道可能这个预测出来的 depth 可能是长这样子的，应该说它是一个值嘛。那就是可能在这个地方，那我就在这边多放几个不就好了吗？对，所以他就直接省去了这个 coerce to find 的这个策略，他就直接在有可能的地方多放几个这样子。当然，这个因为这个出来的那个准确度也不是100%准确，就是这个 MVS 出来的这个 depth， 所以它也是会有一定的一个variance 吧。就是在一定的区间内，它再多放几个采样点这样子。对，好，看一下简大荣说 ，MVS Net 是每一个 pixel 都要计算一个独立的，应该是它一个 homography 是对所有的 pixel 去做一个变换，没错。但因为那个变换就是很快，对，一个 homography 它是一次对同一张图片去进行一个变换。那总共要做几个呢？总共要做这么多个，就是你看你总共给它几个假设的平面。比如说我这边从 d 等于1到 d 等于10的话，那我是总共做10次 homography 这样子。但这个东西其实都用 batch 来做，所以就很快。那每一个 batch 的话，就是就有10个 homography。那每一个 homography 就是对同一张图片的每一个像素去做转换。OK， 好。
那我们刚刚说到 Nerfing MVS 就是除了 loss 之外呢，它还有在这个 sample point 上面下一些功夫，就是在那个有的 depth 那边多放几个采样点这样子。好，那相同的这个想法呢，在另外一篇论文叫 Do Nerf 里面也有用到。那这个 Do Nerf 算是一个比较跟其他人比较不同的地方，就是它在里面使用的是就是全部都是 CG 的这个资料，就是全部都是电脑那个游戏引擎生成出来的这些图片，所以它可以得到这个深度的 ground truth， 就是它有真值。那大家想说，那我有真值，那我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吗？那我不是没有事可以做了吗？我就直接用不就好了吗？那他们想到的就是这个让 Nerf 的训练更好的方法，就是他们训练另外一个就是深度预测的网路，就是你可以就是直接 query 那个网路得到深度的真值，然后一样在那个深度的真值的附近，就是多放几个采样点这样子。就是在这边，就是假设预测出来的真值在这里，它就多放几个采样。这篇也是就是在采样点的上面下功夫的一篇论文。好，然后还有另外一篇论文叫这个 10 Steps Priors。那这篇论文的话呢，它是算是组合了我刚才说的2个方法嘛，就是第一步呢，它是一样是用 structure from motion， 它是得到这个比较稀疏的点云。那比较稀疏的点云投影出来，大家就可以看到说，只有一部分的这个像素上面有值。那它用的另外一个方法叫做这个 depth completion， 就是这个方法是可以让这个稀疏的点云有这些少数的值之后呢，它可以用这些为基础去推算出整张图片它的每一个像素的深度是多少。对，就是你有这些之后呢，当然还要加上原本的图片啦，再加上原本的图片，就可以推算出整张图片的深度是多少。所以那接下来的步骤就跟那个 Nerfing MVS 还有原本的 DS Nerf 一样啦，就是加一些 depth 的那个 loss， 然后再加一些 sampling 上面的一些技巧，这样子。主要东西就是这2个，要么是就是 loss 上面做一些变更，然后要么是那个 sample point 的地方，就是让它在那个有真度的地方多放几个采样点这样子。那主要不同的地方还是在前面，就是那个真度是怎样生成的。对，那 DS Nerf 的话是 sparse 的 3D 的 structure from motion 出来的点云，然后 Nerfing MVS 是 multi view 出来的那个每个像素的深度。那这篇论文的话则是structure from motion 出来的稀疏点云之后，再通过一个深度 completion 的一个网路，然后把它变成整张图片都有深度这样子。对，主要的不同还是在前面。好，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之前也蛮想研究的，就是在自动驾驶里面，大家知道就是有那个 LiDAR 嘛，那 LiDAR 那个光打出来的那些点云也是一样非常稀疏的，就是主要集中在地面啊，然后那个墙壁上面。其实车体也要看那个车的颜色是怎样的，因为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就会发现说，有很多黑色的车，因为黑色是就是吸收所有光线的一个颜色，所以当遇到黑色的车的时候呢，那些光达呢就是比较有可能会失效，就是即使它有打到上面，但是它反射不回来，所以它就没有办法接收到那个黑色车子的点云。对，这是真的，就是我们在比较不同颜色的车子的时候，发现黑色的车子就是看起来的点就会比其他颜色的车子少蛮多的。对，那有一些方法就是用这个 depth completion 的方法，就是把那个光打
拿到的稀疏的点云，去通过一个神经网络把它就是推算出整张图片它的这个深度是多少。当时我也是蛮想研究，但后来就没有接触到。对，这个也算是应该是蛮有用的吧，至少在深度那个自动驾驶方面，我是觉得蛮有用的。建新说 iClear 2023有人用 LiDAR Completion 输出深度去监督 Nerve。哦，你有连接吗？可是我这边可以查到吗 ？LiDAR Nerve 这样子。哦，这个吗 ？Neural Radiance Fields for Street Views。大人不在台湾，我在日本。啊，你看那个时间就知道我比你们快1个小时。这个是看一下哦 ，Ground Truth。好，我们稍等它这个读取。看一下 SSM 是怎么读取世界坐标系的原点。每次不对，它其实有非常多这个随机的要素在里面，所以你每一次，哦，我点错篇了，不是这一篇，不是这个哦，哦，还是它有2篇，哦，这一篇。感谢你提醒我。CodeMap 它每次是随机的，所以对，首先有些时候会成功，有些时候会失败，所以你失败的话也不要气馁，你可能再重新跑一次，再改变一些参数，它就会成功。好，那接下来你问的那个世界坐标系，它不是固定的，它是怎么决定的？其实我也不知道，但应该它原点啊，然后那个3个轴的方向应该都是随机的吧？我在想，没有，应该没有法则，对。所以我们在 Nerve 做那个正规化的时候，都是我们用这些照相机的位置去做正规化。就比如说，我们知道照相机都是看向前面，那我们就把前面这个坐标轴当做 D， 然后右边当做 X， 然后下面当做 Y 这样。这有点久。自动驾驶车采集的数据集上训练。哦，看起来那个想法也是一样，就是深度去做那个 loss 的 supervision， 然后一样有这个 confidence map，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对，然后这个刚才没有讲，就是说我们这个 depth completion 出来，它除了每一个点的深度之外呢，它也同时的推定说每一个像素它的就是自信有多高，就是比如说这个边缘的地方，我就可能不知道它是处在那个边缘上还是处在背景，那边的话我的不确定性就比较高。那为了就是处理这种每一个像素它的不确定性会不同的情况，那我们在这个 loss 里面会像一开始讲的这个 DSNerve 里一样，就是加上某一个 scaling 的东西，就是这个算是我们的 confidence 嘛，就是我们假设我们的自信度越高，那我们就让这个 vector 越小，就是说让它越接近我们预测出来的深度。那假设相反，我们今天比较不确定这个真实的深度是在哪里，那我就让这个 loss 呢，它乘以一个比较小的值，那它就会有比较大的空间可以去调整它的深度，这样。只想就是差不多。看一下哦 ，SNerve。哦，他们是用自己的吗？不是，哦，是 New Things。哦 ，New Things 也是有 Depth 的，对。哦，
其实在这样子的场景当中 ，Mip Nerf 出来的深度就很奇怪。那深度奇怪，自然这个渲染出来的结果也不会太好。那他们的方法呢是用 Depth 把它加进去。那有了 Depth 之后，构造正确，那训练出来的结果会比较好。那它的加 Depth 的方法是，原本的 LiDAR 就是一样是稀疏的点云嘛，而且只有下面会有，就是 LiDAR 是照不到太上面的地方，因为它是有那个，它是设置在车子的车顶这样子，那它只能照到它以及它之下的东西，那上面还是会有一些角度啦，但是它没有办法照到太上面的东西，所以基本上这个点云都只会分布在图片的下半部。对，比如说它这边的最高点就在这里，所以下面才有东西，那上面没有。好，那这些稀疏的点云，并且只有在下半部，它是怎么样把它变成这个的呢？LiDAR Depth Completion， 它也是用别人的这种预训练的模型嘛，就是那个 Depth Completion 在自驾资料集上面训练出来的模型，是这样子吗？64 channel。它还加了一些小调整，但应该不太大吧。哇，有蛮多公式的。看的结果应该是首先它是把很多张连续的这个 LiDAR 把它就是加在一起，所以我们知道一张图片某一帧它得到的点云是比较稀疏的，但假设你今天的场景是固定的话，你就是可以把前后的那些帧的那个点云都做一个累积。对，因为就是每一张 LiDAR 它是在不同的，因为你的车子会前进嘛，对，假设你的车子原本在这，你的车子会一直前进，所以你在每一帧呢，你都会得到不同的点。那比如说第一帧得到的点是这些，那第二帧得到的点是这些，那第三帧得到的点是这些，那你就可以把这些不同的点就是都累积起来，那你就可以把这些点呢，比如说都投影回第一帧，然后去做训练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因为你很多帧就是加在一起，所以会有一些 outlier， 所以他们应该是把原本的那个depth completion 的那个 model 又在这个他们累积这个 point cloud 的这个资料上面再做一个 fine tuning 这样子，所以他们可以得到右边这样子的depth completion 的结果。然后他们再把这个东西呢，就是去跟 Nerf 训练出来的 Depth 去做比较，然后把它做一个最小化，应该就这样子而已了吧。以方法来说的话，就以 Depth Supervision 来说的话，跟前面几篇是差不多的。那这边的话，主要就是它使用 LiDAR， 然后在 LiDAR 上面需要做一些注意，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不同的帧，你要把它加在一起，你需要做一些处理。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自动驾驶的资料集上面做了训练，应该主要的 contribution 就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结果。最右边的是它的结果，这个是什么啊？360度，
从上到下啦，从上到下分别是 Urban Nerf、Mimp Nerf 360度，还有他们的。那最下面的就是最好的意思。看起来是最下面就是比较没有模糊。那上面几个都，因为没有那个深度的资讯，并且对，这边还有一个比较具有挑战性的地方。对，因为我在离开前公司最后做的也是这个东西，就是我想要在360度的资料集上面进行 Nerf 的训练。那时候失败，对啊，结果算是失败。那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每一个照相机它其实重复的地方不太多。对，大家可以看到说它的六个照相机是包含了360度的场景，但它每2个照相机的交汇的部分就只有一点点而已。比如说前方跟右前方只有这一部分是交汇的。所以呢，当你每一个照相机交汇的地方很少的时候呢，那你等于是，比如说右前方照到的这个地方，你要训练这个地方，你就只能用这一台照相机 ，OK 吗？对，就是你前方也没有办法照到这边，那你前进的时候，应该说你前进的话，右后方会也照到这个地方，但是总的来说，照到这个地方的那个图片的数量还是非常的少。对，所以这个问题的设定又回到一开始 Depth Nerf 的设定，就是说如何在很少的图片的情况下去进行一个正确的 Nerf 训练。那这个就可以很好的套用到这个360度的这个车载的照相机的这个场景上面。Hello 丽，你好。那时候我是没有，我就只是单纯的用 Nerf 训练，那得到的结果不是太好。但我这边比较好奇的是，他有没有在那个 sample point 上面下功夫？因为就是说，车载的情况下，就是你看到的地方其实是可以是非常远的。那我们那时候是想要构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Nerf， 那非常大的一个 Nerf， 那你就是需要包含很多个地方的不同的细节，那你的这个 sample point 的设置的场所就必须要非常明确，要不然因为你的深度的范围非常大，你要是需要全部都放置采样点的话，那训练的时间就太长了。所以这个采样点的设置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他这边有没有，或者是说也有可能他训练出来的场景它的范围没有那么大，比如说他只是在这一条路上直直的开，可能开个10几秒，这么一小段的路他去做重建，那这样子的话就不太需要重建太远的地方。可能对啊，要看他重建的范围有多大这样子。Hello， 你说可以用深度图生成点云吗？可以啊，单一张图片去生成的话就比较简单，单一张图片的话就用公式就可以了。就是我们刚才有说到 3D 投影回 2D 的这个公式是长这样子，就是 3D 你先乘上这个照相机的位置，然后再乘上这个再乘上内参，就可以得到照相机的那个像素的坐标。那你今天如果要从像素坐标回推到 3D 点云的话，就是把这些东西反过来做而已。对啊，你就是一开始的这个像素，你每一个像素先把它乘上这个深度，然后再乘上 k 的负1次方，然后再乘上这个矩阵的负1次方，就可以得到世界坐标的点云。对，生命说的没错，就是把刚才这个过程呢做一个反向的操作。对了，200米的范围而已。主要是看它有没有，就是因为我当时想要做的是，比如说有一种这样子的，像是跑道一样的路，
我想要就是车子这样跑一圈，然后重建这里的建筑物啊，这里的建筑物，然后中间的建筑物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要 cover 的范围就非常大。那它的话，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一条路直直的往前，那只要 cover 这边的小环境就可以了。那这样子的话是比较简单。那如果是这种大范围的跑的话，可能就需要 block nerf 那样子的，就是把整个场景分为很多个小 nerf 才可以。这个我就不知道它有没有这样。如果是一组图片的话，那你就要在这些图片当中，就是计算它们之间的相似度啦。就是你每一个，等一下哦，每一张照片单独去做的话，会得到一组点云。但你就是要看说你同样的点是否对应到同样的点，说起来好怪哦。就是假设这样子好了，假设这3张图片每一张图片都有照到一个三角形，那你假设这3张图片都独立的去把它做一个点云的投射的话，你可能会得到3个三角形。比如说第一张照片出来的三角形在这，那第2张图片可能在这，那第3张图片可能在这，那你就是可能得到3个三角形。那你这时候就要去计算说哪一个是我最终要留下的，对，就是你要去计算每一个投影出来的，比如说第3个三角形投影出来的这个点投影回来这边它的误差是多少，那我就留下3个当中误差最小的那一个。对，这是多视角的时候会需要注意到的一个问题。你可以用这个 Depth Fusion 去查 OTView Stereo。可以用这个关键字去查查看。Fishlear， 才发现你的名字叫黎塞留。我一开始是念错了，因为我这边看的比较不清楚。你说突然想到，对于等一下哦。对于黑色吸光或者户外场景的情况，可不可以采用 SFM 生成的深度和激光的深度联合？就是说你用不同的东西用不同的 supervision， 这应该也可以吧？可能就可以训练一个神经网路，它具有2个 input， 然后它可以在2个 input 当中去根据那个图片的特征自动选择要用哪一个，应该是可以的。我没有看过。吴杰峰说，有办法调整好训练好的 nerve 的权重，达到旋转平移。目前的话是大家都不是透过更改权重的方法。这边的话，我顺便帮他们打广告好，就是之前我有在我的社群当中发表一个对 CVPR 2022在这个 Neural Field 上面的这个教学，那其中有一部分就是 Manipulation， 这个就是操纵这个神经网络，就是操纵 Nerve 的方法。对，这个我可以再贴给大家看一次哦。好，那目前的话，大部分都不是操纵权重，就是我们知道 Nerve 的这个构造是这样，或者是一般的 Neural Field 啦，就是我有一个 input， 可能是坐标啊，或者是 3D 的点，这样好像是同一个东西啊，可能是坐标或者是2D 的那个图像的像素等等的，然后我们得到一个 output 这样子。那中间是我们的这个 neural field， 就是我们的神经网路。那今天你说要达到这个旋转平移的效果，通常我们操作的
不是这个部分，不是神经网络的部分，而是这个 input 的部分。对，假设我们今天你想要把这个 x 做一个旋转，那我们就应该说你想要把这个场景做一个旋转，我想要旋转这个整个东西，那我可以做的事就是把这个 x 呢做一个反向的旋转，懂吗？因为我要得到旋转后的结果，所以我要把我的 input 做一个反向的旋转。可以理解这个事情吗？我可以用一个1D 的这个函数跟你讲一下，就是假设我们今天有一个函数，它是长这样子好了，这是我们的 f of x。那我们今天想要把这个函数做一个往左的平移好了，我们想要得到一个这样子的东西，这是我们的 g 好了。那我们并不是直接操纵这个 f， 而是我们把这个 x 呢，把它做一个平移。比如说我的这个 g of x， 它可以怎么样用这个 f of x 来表示呢？它可以用这个 f of x 减掉，比如说平移的量是 c 好了，这个东西就是会是我们的 g of x。对，所以如果我今天的好像是加，哦对啊，加没错，写错了。我们今天的 g 是 f 往左平移嘛，往左。所以你可能想说，不是应该是 x 减 c 吗？但这边要注意的就是，因为我是操作的是 input 的地方，所以这边反而是要把这个 input 的地方加上，应该说就是减掉负的那个我们要移动的那个量。对，比如说这边 g of 0呢，就会等于我们用这个公式的话 ，g of 0就会等于 f of c， 因为我们移动的量是 c 这样子。对，所以这个点呢会跟这一个点，就是这两个点的距离是 c， 这两个点的这个函数值会一样。那同样的想法套用回这个 neural fields，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要对于场景做一个f 的转换，那我同样我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我对于这个 x 呢做一个 f 的负1的转换，这样子。对，那如果是很简单的那个平移啊旋转，就很简单，就 x 就变成 x 减 c 啊，或者是 x 就变成 r 负1次方 r 负1次方 x， 这样就很简单。如果今天要做的是比较复杂的操作，比如说你训练出来这个三角形 3D 的啦，你要这个地方右边把它往右移，所以变成像是这样子的东西的话，那你就要自己想要怎么操作了。你可能就需要定义说我哪些部分的 x， 比如说我左边部分的 x 就不动，那动怎么这么难写？左边的部分的 x 就不动，那右边的话呢，我要把它就是往左，对，右边的话我就要 x 加 c 这样子。对，你就要自己去定义说哪边要动哪边不动，那这个的话写起来可能就比较复杂。对，当然只有2个，对，这也是我现在在做的研究之一啦。但是我现在做的还是比较单纯的想法，就是操纵这个 x。对，假设你今天要移动3个部分，你要让它变成这个样子，你可能就要对这个部分、对这个部分、对这个部分做3次不同的操作，那就比较复杂。但目前还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如何一步就是直接，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修改权重，达到你的目的，但目前还不知道这个东西要怎么做。对，如果你能想到，我觉得你就可以出一个 paper 了。目前还没有人想到。Hello， 腿腿你好，今天讲的跟 depth 有关，你应该会蛮有兴趣的。OK， 好，那今天前面讲都是有这个，就是算是类真值啊，就是有一个值，然后你去做这个 mean square error 的这个loss， 然后得到更好的构造。那之前有讲过的这个 neural scene flow fields，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它里面呢
也是有用到这个 depth 的方法，但它用到的 depth 就是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它只是一个那个比例上面来说正确的。这边再给大家看一下哦。找不到，我打开他的论文好了。好，例如说，输入 MVS 输入一组场景的图片，得到的深度会是不一样的、不一致的吗？对啊，对，每一个点就算是同一个点，它的深度还是会有些许的差别。所以还是要用那个 Depth Fusion 的方法，就只留下最好的那一个。因为他在推论的时候，他还是每一张图片它是独立的去做推论，所以他2张图片它基本上深度会没有任何的关系。生密说，所以在 Nerve 的编辑都是对里面的物体单独训练一个网路来实现的吗？目前是这样，没错。就你可能想说，我可能今天有一个三角形，一个正方形，我能不能达到同时操纵这2个？那目前是不行的。目前你必须要么就是像我刚才一样，就是定义你要操作的东西是哪一个，定义它的这个范围在哪里，然后只对它进行操作，这样子。或者是你就训练2个，然后把它组合在一起。好，我刚才要讲的是，就是还有一些方法呢，它使用到的 depth 不是完全就是真值的 depth， 它比如说这篇论文呢，它是使用就是 mono depth， 就是最简单的嘛，只要1张图片就可以生成一个看起来非常正确的 depth， 但不完全正确。那个即使是那样子不完全正确的 depth， 也是有它可以运用的地方。那就是这篇论文有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可以，比如说下面是单眼生出来的 depth 好了，那上面是图片。那它就可以利用这个就是不完全正确的 depth， 至少可以告诉我们说，相对来说，比如说这只狗就是比背景还要靠近我们，那它就可以利用这样子前后深度的关系，也可以对于这个 Nerve 的训练有所帮助。这样子，好，相机是一直向前拍摄，而不是绕着某个场景拍摄。Tomap 有办法，还是 MVS 可以？这个的话，对，因为我以前在自动驾驶做这个实验，所以算是还蛮多经验的。因为基本上车子就是一直往前开的。在我的经验当中呢，如果只有1台照相机哦，就是如果你今天只有1台照相机，然后一直往前移动的话，除非你的场景有很多的特征。要不然失败的几率其实蛮高的。对，因为比如说我有在什么场景下试过，就是比如说在黑夜的时候，或者是在周边是草原的时候，在这种场景，那失败的情况算是蛮多的。但是如果有蛮多那种，比如说周遭的停车在旁边那种特征比较多的情景的之下的话，那还是成功的也不少这样。所以还是看你周遭有没有比较多的那种特征可以提取。好，那我还有尝试过的是，就是不止1台，就是多台，对，就是多台照相机，然后往前开的这种场景的话，基本上都是可以成功的。应该是因为有多台照相机的关系。那 MVS 的话，MVS 我好像就没有在这种
往前开的场景下试过，我不知道。Nerf 得到的深度呢，一致性是不是比 MVS 要好？Nerf 得到的深度，目前的话 ，Nerf 的深度如果单看深度的话，应该是没有 MVS 要好。就是我指的是，如果是你只比一帧的话，就是一张图片它的深度的话，那实验出来是没有比 MVS 要好。那一致性的话，我之前有实验过也，我感觉上来说也没有比较好，但没有做过定性的实验，所以也不能乱说。但 Nerf 的话，就是它的构造来说也没有就是强制说不同试点必须要具有一致性，所以这部分的话，两个方法是差不多的。我觉得这一篇还不错至少看起来蛮赏心悦目的。看训练出来的 depth 这么漂亮，而且还是360度，就是我之前失败的经验。它也用到了 MIP Nerf 里面的那个 contraction。讲到这个，我就可以给大家再推荐一下最近我用过的几个。第一个是这个 Nerf Studio， 这些方法就是它把很多不同的手法就是集大成嘛，就是把它用同一个框架写出来，那你就可以对于里面的不同的模组去进行修改。比如说你要像今天的这个 Nerf Depth，DS Nerf 一样加入 Depth 的 Supervision， 那你的这个神经网路啊 Input 就不用改，那你只需要Input 的 Data 可能要加入 Depth， 那你只需要在那个 Loss 的地方再把那个 Depth Loss 加进去，就可以直接用这个框架去进行那个修改，就很快。而且它就是每一种方法都有优化过，就是里面也有那个 Instant NGP， 就是它用CUDA再重新书写一次，然后用 Python 的 API 把它叫出来，就可以训练得很快。但我自己尝试了一下，是目前还是有很多的 bug， 也不能说 bug， 就很多还需要改进的地方。你看 issue 的地方有67个，是超多人在用，然后有很多地方都还不足。对，但是这算是一个集大成的方法，所以如果不想要学太多不同的 repo 的话，可以直接看这个，就可以很快的训练。然后还有什么呢？对，这种集大成的，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就把我现在知道的都跟你们说好了，不要只对这个偏心。还有一个叫做 Nerf Factory， 这个也是我有看到的。对，这些都是用 PyTorch 写的，就不是用原本那些 Nerf 的人，他们是用 JAX 来写的，但这些全部都用 PyTorch。那这个也是一个集大成的方法。那它的话就是方法的话，主要是集中在原本的 Nerf 还有 Nerf 的作者那些人写的方法，所以就是训练的速度就没有很快，因为他们原本 Nerf 那些作者就是专注在手法上面，他们并没有去进行加速，因为他们有 TPU， 而且还有很多个，所以他们根本不需要加速。那这个 repo 呢，是把那些方法都聚集在一起，那看起来的效果也是不错，但缺点就是训练很久，因为我们没有 TPU。好，那还有一个是这个 Calling Wisp， 那这个是 NVIDIA 的人出的方法，那提供的界面也很像那个 Instant NGP， 那 Instant NGP 也是 NVIDIA 人出的，那提供的界面很像，那也是全部都用 PyTorch 写 ，PyTorch Library， 然后也支持很多个方法。原本这个作者这个
反正一个日本人 Towaki， 他是原本在做这个 SDF 的，所以里面也有包含一些 SDF 的方法，比如说这个 NGLOD 这样子。那这个的话，我很久以前有用过，那时候用出来，它是 Instant NGP， 并没有像原版那么快，所以我就没有再继续用了。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变得更快，应该是有吧，不知道，所以大家也可以尝试看看这个东西。对，这3个是我目前知道就是有集大成的方法，而且都是用 PyTorch 写的，我现在也都用 PyTorch， 所以这几个算是我可以理解的。好，今天还有什么要讲的吗？好像没了。论文的话，大致就讲这样子吧。今天的总结一下，就是训练这个 Nerf 的话，如果你只有少数的图片，或者是一个场景某一个区块，所观测到的图片没有太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考虑加入这个 Depth Supervision。那 Depth Supervision 加入的方式呢，大致上可以就是用那个 input data 是使用怎样的 depth 来做分类。那今天介绍的总共有3类嘛，第一类就是用这个 sparse point cloud 然后去做训练，那第二类是在这个 pixel 上面的 dense depth 去做训练，那最后一类是组合了2个，就是一开始先用 sparse point cloud， 然后再把这个 sparse point cloud 去做一个depth completion。那如果你直接有那个 depth sensor 的话，你可以直接用 depth sensor 的 data 去做这样子，然后把这个 depth 加到训练的过程的方法呢，就是要么是直接用这个 mean square error， 但是比这个更好的方法就是呢，你在这个 mean square 之上呢，再加入一个就是一个 confidence 的一个测度，就是你计算出每一个 depth 你的自信度有多高，然后再把这些自信度高的它的那个权重增加，然后自信度低的权重减少，然后以此达到就是不同的 depth 它有不同的 supervision 这样子的效果。好，那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关于 depth 的话，我目前是没有看太多最新的。之前就研究一个 Cascade MVSNet， 不过那也是很久以前了，2020年，2年前了，3年前了。对啊，在那之后我就一直在研究 Nerf， 就没有太看这个。麻烦再分析一下 loss。再分析一下 loss 吗？但我刚刚都关掉了。还要看一下原本这个吗？DS Nerf log 乘以 exponential 指数部分。好。Point Nerf 是不是也算用 depth？ 那个算是直接用点云吧。那个应该没有把 depth 加到，有加到里面吗？我记得它的 input 就直接是点，可以看一下。好，然后开错了 ，DS Nerf。打不开，它的点云是 MVSNet 生成的，但主要看是它在 Nerf 的训练当中有没有在用到这个 depth。等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打不开了。
Walker。然后看起来是neural point generation。但感觉起来比较，它的 depth 比较像是用在这个 point cloud 的 generation 上面，但是在 Nerf 的训练当中就没有用到 depth， 因为它已经知道点了，对。那 sample point 就在那些点附近就好。那它也没有强制，我看一下。对啊，它也没有强制说渲染出来的 depth 要跟点云的 depth 一样。所以这边应该是没有用到。好，等一下我来看一下 YYZZYY 说的。那它这边的 H 应该是 target， 对啊，是这个东西，是这个 weight 的 distribution。那你说这个 log， 我想一下哦 ，log HK。exponential 的指数部分的结果 ，log 近无穷的时候，应该不会趋近于零。就是当它这个 h 是0的时候，代表那里没有东西的时候。对，那如果这个要趋近于0的话，就是你的 delta 必须要等于0才可以，但不一定等于0。那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东西我们要看这个 delta 的大小是多少。如果今天 delta 是一个非常小的值，代表我们对于那一个点的深度非常有自信的话，那这个很小，所以 exponential 的负的这个东西就很大。那 exponential 负的很大，代表值很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 h 呢就可以接近一个就是 Dirac 的分布，对，就代表说我的 hk 可以很小，所以整个分布呢就会可以接近一个0跟1的一个分布，这样子。我们可以在这边写，第一种情况是 sigma 小，那 sigma 小的话，我的分布呢就可以接近一个就是在 d 等于 d 的时候的一个 Dirac 的分布，就可以接近一个这样子的。那第二种情况是 sigma 大的时候。好，那 sigma 大的时候，就如你所说，这个东西会变大，所以 exponential 这个东西它是不会接近于0的，所以那想当然我们的 hk 也不能接近于0，要不然整个 loss 就会爆炸。那这个时候呢，因为它不能接近于0，所以并且它又要大概在 d 等于 d 的时候变小，所以它应该是会是一个这边是0哦，这边这个分布是0。那它可能就会每一个点就会有的 mass 会比较多，那在那个 peak 的时候，它可能的值就会比较小，像这样子。它可能训练出来就是会是长这样子的一个分布，那这边的值就不会完全是0，可能是 0.02 啊之类的一些比较小的值，而且它的 peak 呢也不会像这边的话，这边是1，它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小的值。
比如说0.1之类的。那就是说那个点你的如果深度是不确定的话，它应该训练出来的分布就长这个样子。如果照这个公式来看的话，应该是会长这个样子。对，就是这个东西不会变0。先看一下刘伯南是吧？你好，跟 SLAM 相关的我目前只有看到 iNerf， 不是 iNerf， 哎呀，叫什么啊对啊 iNerf， 不是 iNerf。这边有写不少 IMAP 啦，还有 Nice Slam， 但我没有太详细看，你可以看一下这2篇 IMAP 跟这个 Nice Slam 这2篇。这边也可以推荐给大家一个网站，就是包含了所有这些 neural fields 的论文，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查到。比如说，我这边可以查，我就查看 SLAM 好了，然后它就会告诉我说哪一些方法有用到 SLAM 这样子，然后并且是跟这个 neural fields 相关的。曼赤肯腿说 consistent depth 不是它训练出来的结果可能看起来是差不多，但至少它在模型的训练以及就是它的原理上，它并不是一个 consistent， 就是它原理上你在不同的视角渲染出来的 depth 可能会有所不同，对，但实际实验的话可能是差不多，也要看你的那个实验的就是场景是怎样。如果你只有很少张图片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是不会是太 consistent 这样。登密说最近有看到 Nerf 出了种树文章，你是指什么呢？种树文章有连结还是什么吗？不知道你在说什么。YYZZ 说 Delta 必须无穷小。Delta 的话，因为它应该是一个不能控制的东西。就是说，如果你的 sample points 你是假设你只有用这个 coerce 的话 ，Nerf 里面的 coerce 的话，那它其实是一个固定的值，那你的 delta 也是一个固定的，所以 delta 不确定它能不能，应该是不能，应该是不会变的这个东西，除非你是像那个 MIP Nerf 360一样，就是有给它一个那个 proposal net， 那你的这个 delta 是可以被训练的，没错。但这篇论文里面的这个 delta 应该是不行的，应该是固定的。生密说2210，好来看一下哦，2210.0379。In 3D Vision Comprehensive Review， 是最近的那是谁写的没听过。这是谁呀？不过它算是最新的，所以应该也是包含了很多。因为我之前有看过，我现在不知道那篇要怎么查了。我们可以试试看刚才的那个网站能不能查到我想要的，就是之前也有一个 Nerf 的 Comprehensive Review， 但我们可以用 Advanced Research， 我记得它一个作者是这个啦，应该是这一个，还是这一个？
Advances in Neural Rendering。反正这几篇应该也是一个综述，就是包含了很多不同的 Nerve 的方法，然后他每篇去探讨说，就是应该说整理出哪几篇是在做什么的这样子。有了深度，为什么还要在？其实就是看你对于这个深度的自信度有多高吧。对，一开始的 DS Nerve 应该是没有想到也可以在这个采样点上面做文章，所以他没有加入采样点的一些技巧。那后面的文章就有想到了，所以他们就是没有在距离推测深度离得太远的地方做一些采样。但是这个还是要看你就是那个深度的自信度有多高，因为你即使自信度再高，也有可能出错吧。他们可能是防止这种情况，就是还是做一个保险，就是在所有地方还是先放一些采样点，但是在有深度的地方多放几个这样。对啊，这个是我之前有看过的，这是5月的，这是4月的，也算是一个综述，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他把它每几个就是做一个分类，比如说有就是那个调整模型的构造的人啊，然后有一些是专门研究如何操纵 neural field 的啦，有人研究如何在 SLAM 上面训练的啦等等的各种不同研究，他就把它分类这样子。那你今天说的这一个我是第一次看到，并且也算是蛮新的。不过它的图比较少，这种东西图太少，反而会让人不太想看。像这个图就很多，你就想一直看下去。对啊，哇，翻几页就有一张图，你就哇看起来好厉害，就会一直想看。但没有图片就不太容易消化，我自己是这样子啦。但这个图片就很多，这个的话一堆字就比较难看。不过也是可以做一个参考，把这个贴给大家。字多看着就困了，对啊。主要是没有，应该说有图片的话，你可以一眼看出，哦，这个东西就是在做 SLAM， 这个东西就是在，比如说加强 Mesh， 这个东西就是在加强深度，这样子一眼就看出来。但是字的话就没有办法，你就要一个一个看，就很麻烦。我看一下哦，假设深度足够准确，是不是只有一个采样点就够了？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就是我在训练这个 Instant NGP 的时候，也有发现，就是说它即使收敛到就是最后，它还是一条射线，可能要有5-6个采样点才够。那就是说，你的那个表面其实不是只有一个点，它是有5-6个点。但当然，这5-6个点所构造出来的深度也不会太深，因为它一个点是1024分之一嘛。所以5-6个点，那就代表它的深度是1024分之5、1024分之6，那就是会有一定的厚度，就是你的表面也不会是完全只是一张纸，还是会有一定的厚度，但这个厚度就不会太厚，所以极端情况应该还是不能只有一个采样点，还是可能需要5-6个这样子。如果按照作者的意思 ，h 等于0这种情况，分母不是接近于常数的一个分母，就是分母是你的自信度啊，所以你的自信度有可能是很高的。等一下这边的话。对啊，
分母是自信度的相反啦，就是如果你的自信度很高的话，代表这个 variance 就会趋近于0，这样子。那如果是趋近于0的话，那这个会是一个很大的值。对，是趋近于是一个常数没错，但这个常数也有它的大小的值啊。比如说你的 sigma 如果是什么 0.001 的话，那你平方就变16次方了，那这个值就会变得很小，这样。对，所以如果你的自信很高的话，那这个值就会变得很大，那整个 exponential 就会变得很小。对啊，所以计算上是不会变成0，但是实际上的话，可能在这个分布上面，这个东西就会变成很小的，比如说是10的负5次方啊，或者10的负6次方这么小的这样子，不会完全是0，所以我把0擦掉，不会完全是0，但会很小这样子，接近于0。好，今天也讲了蛮多的，讲了多久啊？讲了2个小时，差不多。好，那今天这个 Depth Nerf 应该就讲到这，感谢大家参与。最后再讲一下我之后要做的事好了。首先就是下礼拜的话，下礼拜3。就是来玩一下之前说要玩的这个 Paiza 的这个 Engineer Kishi， 反正就是写程式的一个游戏。之前说要跟 Loli 一起玩，但他是现在比较没办法直播，所以我决定自己玩了。对，那这个的话就下礼拜3。那这个的话，如果还有人不知道的话，可以跟你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 Paiza 的一个网站，它是一个日本的一个算是竞赛编程的一个公司吧。那它就出了很多编程的这种题目，然后它除了出题目之外，它还把它设计成一个游戏，就是你在解题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享受到破关的乐趣。那我就觉得这个还蛮好玩的，所以就下礼拜3会来玩这个游戏。它是有写程式的部分，当然不是深度学习，就是像你平常刷 LeetCode 啊，或者是你有在写竞赛编程的话，你就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那就是以那样子的感觉来玩这个游戏。好，那还有什么吗？还有一个东西的样子好像。对，还有就是之前有说要用AI 画图这个主题，就是想要邀请一些来宾，然后跟他们做一些猜谜的这样子的一个游戏。比如说我就用 Stable Diffusion， 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 Stable Diffusion 就是生成图片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就用这个生成了一些图片，然后比如说我就可以让大家去猜说这个图片哪边是真的，哪边是假的这样子。那这个计划的话，目前的话我已经是有把题目，就是把那些图片都生成出来了。那现在的话就是在找参赛者，找参赛者预计找3个，那现在有2个已经回复可以了，就再找最后一个。所以这个的话应该也是近期就可以完成的一个计划。那应该会在11月之前，就是11月前半之前把它完成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到时候大家也可以来这边，就是一起猜谜，我觉得应该还蛮好玩的。好，那之后的计划差不多就这样子，所以这个皮还不会太早毕业，对，我就是预计下一个就是换下一个皮的时候是12月初，那现在这个皮剩下要做的事就是刚才的计划，然后还有互打的最后一集。这个的话就应该下礼拜就会出了，下礼拜周间我找一天比较闲的时候来录影片，这样子应该就出完之后就大家可以安心了这样子。
好，好，那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或者还有什么我没讲到的哦？我今天那个谁啊，我忘记名字了。他我讲一个那个 HDR 呢，但他现在不在。等他下次在我再说吧。正在入门 Diffusion Model。哦，对啊，那个我也是，对你提醒了我，就是这个 Dream Fusion， 就是用图片生成 3D Nerf 的这个东西。我也是还没有看，还没有看，因为我打算先从 Stable Diffusion 开始理解。但这个东西给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已经有人，就是我之前写 Instant NGP 也是参考他的，然后他现在正在复现这个 Stable，正在复现这个 Dream Fusion， 复现的结果目前好像还没有太多好的。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小鸭，这是兔子，感觉都没有像原版的一样太复杂，没有像原版的一样那么多要素，就只是一个单纯的物体而已。对啊，然后还会有失败的，对，目前的复现结果是这样子。我自己也是打算先看 Stable Diffusion， 看完之后来看这个 Dream Fusion 这样子。对啊 ，Diffusion 的确是蛮复杂的，我自己也是看第一遍的时候看不太懂，可能还是要找一些别人读完之后的那种解说，可能会比较好懂。对这个，我觉得至少我不是说要邀请别人来做这个 AI 生图的那个猜谜嘛？我觉得至少要在那个之前，我要把这个 Stable Diffusion 学会，要不然他们问一些问题，我就回答不出来，就很囧了。因为现在就是关于这个 AI 生成图片，还是有很大的疑义吧。因为目前大家都不太了解它背后的原理是怎样，所以就只能看图说故事，那就会有很多误解吧。就是比如说有人会说，这 AI 不就是拿别人的图剪下贴上而已嘛，就是拼贴别人的，可能东拿一块西拿一块就拼出他自己的图，这样不就是盗版吗？对，会有这样子的疑虑。那要怎么跟他们解释呢？我自己还没有办法很有自信的说，我可以说服别人，让他们听懂我在说什么这样子。觉得至少要可以达到那样子的境界。好。还有其他问题吗？今天没有的话，也差不多了，2个小时。感谢大家陪伴，都可以再去研究了。不见了。好。那没有其他问题的话，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下一次见面应该就下礼拜三，下礼拜三晚上会玩那个刚才说的这个游戏。那一天的话就不太会讲深度学习，不太会讲 Nerf 了，就跟大家讲解日文，然后讲这个竞赛编程的一些故事，这样子。然后还有看他们换衣服。对啊，虽然说这个游戏是游戏的形式，但大部分都还是换装，就是你破完一关之后会得到新的装备，然后就可以给他们装备这样。对，简大荣你好，就是下一次直播就下礼拜三晚上就直播这个游戏。好，那今天就到这咯。
大家晚安，那我们下次再见。好，拜拜。生命辛苦了，晚安，你也是。好，Coco 晚安，辛苦了。下次直播还可以问程式问题吗？可以啊。直播问什么都可以。对，但是也没有但是反正你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吧。但是我不一定会就是可以完全解答这样子。好，有 Discord。对，有人问我说有没有一个 Discord 可以讨论这个问题，但我现在是没有，因为我自己没有太多时间去顾那个东西。之后我再找一个时间跟大家讨论一下好了。对，目前的话是没有，就是想要问我问题还是来看我直播才可以。好，丽晚安。简大龙想问电脑视觉，那可以下次直播再来问，或者是你有我信箱也可以寄到我的信箱，在那个 YouTube 的那个影片的地方会有我的信箱。好 ，YYZYY 辛苦了，晚安。好，那大家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